各位设计师，大家好。这个视频我们讲一下 Animate 这个网站，它的功能很明显，通过看这个图我们就明白，它是将白天照片或者效果图转换为夜景灯光效果。特别是我们翻到这里的时候，可以看到白天和夜景图的一个对比，夜景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还原度也很高。包括有复杂结构的欧式建筑，可以看到这里的阴影，它都给我们处理成了这个灯光效果。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网站我们设计了3个主要功能，最重要的 AI 白天转夜景照明，第2个是物体移除，这个是针对我们很多做量化设计的朋友接的一些楼体或排房的量化设计项目时，往往客户给到的还是没有施工完成的带有脚手架的一张白天照片，能不能够把这个脚手架去掉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个做了这么一个功能。最后就是优化放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图片比较小，我们希望大一点，同时那个细节的效果希望好一点，就是这3个功能。这个视频我们先来讲一下 AI 白天转夜景照明。我们这里分了2个模式，分别是自由模式和模板模式。也就是在网站这里点开始创作之后，进入到这个设置页面，这里有一个选择功能，点击进去可以看到功能有3个：景观照明自由模式、模板模式、物体移除，还有一个优化放大是在编辑这里面，我们后面再说。先看景观照明自由模式，点进去之后，这里的提示词需要我们自己填写。比如说我这里准备了几张图，这一张图片这是老演员了，因为我们前面的AI 课程和软件都用到了这张图，我们把这张图拖进来。如果说我们要做这张图的夜景氛围图，那我这里把提示词也准备好了，很简单，转换为一张夜景氛围图，只有入口处有灯光。注意这一句，灯光低亮度，保持墙面原有纹理。为什么要写一个低亮度呢？如果光线太强的话，它会曝光，所以要有这一句。然后窗户随机点亮几个，灌木和树随机被点亮几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是有灌木有树的。庭院灯亮起来，且是高亮度。庭院灯在这里它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识别到这个位置的庭院灯。我们等一下先测试。天空是深蓝色，其他部分只有房间光。好，我们把它复制粘贴进来。下面的设置我们不用改这里是图片的尺寸的问题，然后图片数量直接点生成，它就会根据这里的提示词来生成这张图的夜景氛围图。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我们想改这里的提示词，是可以点一下编辑提示词，在这里面来改的比如说我这里写了一个庭院灯亮起来且是高亮度，那么这个高亮度的强度到底是有多高呢？其实 AI 它是很难去拿捏这个高亮度这个词的，可能会很亮，可能是中等的亮度每次生成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天空是深蓝色，这个它能够把握住。我们先等它生成，那么生成的时长呢，从1分钟到4-5分钟不等。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这里会加速或者是减掉然后这个修改参数，这里这个其实是模板模式的一个参数，我们不用去改它我们说了有自由模式和模板模式，在自由模式的情况下要改就改这里。好，我们现在等它生成。 OK， 这里已经生成了，但是可以看到它把这里的所有的窗户都点亮了，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路面也被庭院灯照亮了。其实如果我们再次生成的话，它这里的效果肯定不同再以同样的参数再生成一次。这里就涉及到 AI 模型生图的一个缺点，叫做选择性执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我们提了这么多条件，但是它不是每一个它都给你去执行。比如说我们说窗户随机点亮几个，它就全部给你点亮了。庭院灯亮起来，这个是没错的，天空这些也没错。这个灌木和树被点亮几颗好像也没有不过这张图的整体效果是可以的，还原度都挺好。 OK， 这里第2张已经生成了。第2张它又给你加了一个庭院灯，但是这边的窗户就没有亮起来。那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做呢？这就要使用到我们的第2种模式，也就是景观照明模板模式。点一下这里是有一些参数让我们去选的比如说这张图我们就随便点一个这里设置的有5个参数，加上后面这一个其实是6个参数的，我这里随便选比如说我都选第1个后面这2个其实是可以选2个的。 OK，这里可选可不选，我们先提交不要点这个提交并生图点了的话它就真的直接生图了。先提交提示词，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更改它的提示词。在模板模式下编辑提示词，它和前面的自由模式是不一样的，就有天空设置、灯光方案、氛围细节、风格约束、巨负面、锚定原图元素这6个可以填。好，现在我们按前面这个提示词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氛围图我们就不要了因为本身就是生成夜景。关于灯光这一块，只有入口处有灯光，低亮度，我们把它写进来。这个保持墙面纹理应该是在这里。窗户随机点亮几个，灌木和树随机被点亮几颗，放过来。
庭院灯亮起来就高亮度，天空是深蓝色，放在上面啊，其他部分只有环境光，我们就放到氛围细节里面。这里的风格约束其实是可以不填的，避免刺眼可以要。我们先确认。然后我们在这里的生图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庭院灯多了一个，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的提示词里面去锚定一下，或者是使用句负面来禁止它生成出多余的元素。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一个禁止生成白天图中没有的元素，然后再锚定一个元素，前景元素。前景元素就是包括庭院灯，还有什么灌木、乒乓球台。仅受光照影响，不消失，不变形。在句负面这里再加一个，因为前面它生图的时候有一张把所有的窗户都点亮了，禁止把所有的窗户都做成类透光效果，仅随机点亮3、5个窗户就行。好，我们现在是把提示词重新编辑了一下啊，这样比我们的自由模式就可以更清晰的去对每个模块去调整。这里点确认，然后再生图。在它生图的时候，我讲一下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把它隐藏。这里是一个缩略图的形式，把鼠标移到这个缩略图上，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的尺寸，点一下。可以看到这张图的提示词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图片呢，它的过期时间是很快的啊，1个小时内这些图会消失，你一定要尽快的下载。好 ，OK， 这里已经生成了，可以看到这次生成的效果就明显比上次啊要更接近于我们的提示词了。就像我们这里说的，禁止了它生成白天没有的元素，就像这张图中的庭院灯，包括这里的类透灯光，它全部点亮。那么这次我们说了随机点亮3、5个，它现在类透光就非常少了，这个就非常符合我们想要的夜景氛围图的灯光效果了。只需要我们在上面加一点灯光就 OK 了。然后再看一下这里的案例啊，其实这个夜景氛围图我们已经讲了，要注意的就是如果熟练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些内容写下来，然后不用这个模板，在自由模式下直接用这些提示词也是一样的啊。我做这个模板主要是方便大家啊，针对每一个板块去调整啊。灯光方案里面你想怎么打灯光，你就在这里面写。你看到图面里面生成你不想要的效果，你就在这里去禁止它、拒绝它。如果你看到生成的图片里面有一些变形了、消失了，你就在这里面写仅受光照影响，不消失、不变形就 OK 了。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讲生成夜景氛围图这一点，后面我们再讲一个模板模式的案例啊。下个视频再见。